各位同学，大家好。后面听得到声音吗？有哈，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哦。他说禅意啊，反正意就是一天了哈，禅二就2天了哈。那一般上呢，我们是7天比较正常，表示你们现在不太正常啊，只有1天。因为我们禅堂的这个课程呢，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丛林啊，那么我们都是叫打气啊，因为7天是一个期限，阿弥陀经也讲念佛念7天啊，所以佛气、禅气啊。那后来呢，因为7天有点长啊，有些人又想到哇，要做7天啊，不容易啊，我们就说好吧，我就5天哦，那5天有些人觉得还是蛮长的，那就3天咯，3天还是长，那就1天咯，你们想想哦，1天来一下咯，混一混就过去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们这次呢，讲是1天哦，其实是半天。你们9点半才开始，等一下呢5点就结束了。那个好像上班一样，朝9晚5，对不对？1天不了，半天。这个呢是我们讲比较好听哦，接引你们进来，有让你们觉得哎呀打坐没有什么压力，反正1天嘛，你做一下，痛也是半天就过去了。那你做了这1天呢，半天呢，觉得还是蛮好玩的哦，那就想改次来参加3天的，3天啊5天啊，然后到7天，就把你引进来了。所以1天呢，你们很容易就过了。那为什么会办1天的呢？我们也办过好几次1天的。有一次呢是法鼓山办，1000人哦，1000个人。我们现在是100人但是超过100人了，反正就是100的数里面哦，叫100人哦。那么给大家这样的一种课程呢，其实除了接引你们大家，比如说呢还有一些别的因缘，像你们这次来呢，就可能你们拿到一些什么消息啊，然后呢看到一些什么讯息啊，然后赶快哦，有时候是趁热就来了，对不对？你想反正就是1天嘛，很容易就过的。那我们老师呢1天里面呢，其实要把这个方法都教给你们的话，很不容易的。那1天里面呢，我们又把一些重要的讯息要交代给你们呢，其实也不容易的。所以那些新来的同学呢，大概你们听了以后呢，就种一个种子下去，希望这个种子呢能够在你的心田里面慢慢的滋润了一下，那就生根发芽，你们就来禅修了。那么那一些同学呢，都已经打了7天、30天、49天的，他们还来哦。他们来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凑热闹，对不对？
但是呢，你看一讲中他就笑得那么大声了，凑热闹啊。不过呢，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听说因为佛呢在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十方佛、十方菩萨也来听，因为佛菩萨修行都有很多成就了，为什么来听呢？我们叫做庄严道场，真好听哦。因为呢，你们全部新来的呢，有时候坐不稳啊，有几个这个老参呢坐在旁边，你本来腿痛，看旁边的人都没有动，你也不敢动，那么就稳住你们，明白吗？把你们稳住了。如果全部都是第一次参加的那其中一个忍不住脚一动全部人一起动我们这个蝴蝶效应嘛，你们虽然不是蝴蝶，可是你的脚一动的时候就有效应了，全部人就跟了。可是呢，坐你旁边的很多都是也不好意思动，结果呢忍一忍他过去了，你就觉得蛮好的，然后很有成就感。你看我虽然第一次参加我腿痛都能够过去没有被吓到然后你就有信心参加3天的参加3天的，有时候一般上3天的有时候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你们做了1天，然后就放你们回家那个就是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性的这个佛教会办这个课程，回家第2天早上再来，那这样3天。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密集的，就大家像你们这样住在一起然后第2天7早8早起来，然后那个就不是半天了5、6点就开始了，做到晚上10点才放你们回去那个3天有些人就原来1天这么容易过，3天这么难过因为他的课程比较密集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时间把它放密一点那做的时间也长了，然后也让你们多一些时间然后去练习方法，然后当然老师也会多讲一些课讲课有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是要帮助大家呢，给大家一些比较正确的讯息因为打坐它有它的理论，然后除了方法以外，它还要建立一些正确的心态所以就要开示，又要告诉大家一些道理。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在这个开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放得稍微松一点你们现在还是坐在里面，有时候我们开示呢会有课室就给你们放松一下，没有坐得那么紧有时候开示也可以给大家放松。然后有时候我们打气的时候开示还有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因为1天下来有点累，开示的时候呢趁机打个瞌睡所以你们等一下打瞌睡没事我们虽然不是算得很准但是如果你来这一招的话呢，可以接受放你们学习一下。那你说那我没有听开示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因为有时候开示你也不一定听得懂听不懂怎么办？听不懂也就算了因为我们在吸收一些资讯的时候，或者是听一些道理的时候，有时候他要跟我们的程度
或者是我们的心比较相应的，我们就听得进去，听得明白有时候你们去听一些课哇，那个讲师讲得多好，可是你就是不知道他讲什么，反正他讲的东西你就贯通不起来。我想这个经验你们都有，在哪里呢？在学校里面，课室里面，这个老师讲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为什么你们有些考试考不及格就是这样嘛，就是听不懂嘛。所以考试的时候就不会咯所以你们来这边听不懂的话正常的那听了以后呢，似懂非懂也正常的，听了以后一大堆问题也是正常的。怎么办呢？有机会问一下这个老师，没有机会的话，听不懂的接受不到的，你就把它放下。听得懂的，能够吸收能够接受的，你就把它吸收下来。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呢，它已经规划了规划的方式呢，就是你读完1年级就是2年级，2年级3年级，3年级4年级一直读下去。你知道有一些同学呢，到了6年级呢，你拿1年级2年级的书给他，他也不一定懂的。可是我们教育的模式就是一直要推他上去了早期呢有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呢，叫做留级，对不对？考试不及格留所以有些人呢1年级读了好几年还读不到，考不上2年级那么这种教育模式呢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也会有它的缺点那个留级的人呢，他已经10岁了还在读1年级然后7岁的孩子来，他就他老大了嘛然后又读书没有那么聪明嘛可能他就会作怪一点但是呢他就是考不上，你怎么办留他还是不留？反正留跟不留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不留的话就一直给他上，反正到一个年级他考不到就被淘汰了。淘汰就没有用吗？不一定我们发现到那些很厉害的人常常在学校读书都不厉害的那些赚大钱的很多读书都不好。你们可能也听过一个笑话嘛，对不对？那个老师教书的时候他讲，你们这些聪明的同学以后是我们的同事，你们很聪明，以后出来也教书了那些不读书调皮的，以后是我们的董事你们来扶持学校给钱老师比较有钱还是董事比较有钱？但是董事比较有钱，懂事的是那些不会读书的所以呢人各有什么长短所以呢我们了解一下就好。所以我们知己这个很重要你就了解自己了。所以你们在学的时候呢，老师讲了听得懂你就照着做，听不懂的话再问一下老师。那老师如果还再讲也不清楚，因为我教过书的我当时当临教的时候是教1年级，有些学生你教的为什么呢？奇怪，别人都懂了，你跟他讲他就是不懂，他就看着你他这种学生呢又有点胆小的他会怕老师的。然后你跟他讲，你用最柔的方法讲他也不懂，你这样讲他也不懂，他就看着你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每个人
他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所以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再问老师还是不太听得懂，那就没有关系，你就把你听得懂的把它做好。有些学生以前我们教的时候，1年级你教1、2、3、4、5、6、7、8、9、10嘛，对不对？他1到10写不完的写他就错了，写他就错了，怎么办呢？你只能够保持他那个状态了。教了没有办法，你气也没有用你要打他吗？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打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老师打学生呢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的家长把孩子带过来的时候会跟我们讲，那个是70年代你们不要想象现在70年代，我们50、60年代是这样，70年代，可是到80年代就慢慢改变了。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带学生过来，不是家长带学生过来，因为我负责1年级的嘛，第一次，孩子第一天来嘛，家长带来，那就跟老师讲，我的孩子不乖，不听话，你要打他哎呦，你们现在还有遇到这样好的家长吗？你们都是家长你会去跟老师讲这个话吗？不是，我的孩子不乖不听话，你千万不要打他，我在家里都不敢骂他，警告这个老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教的时候有时候人是有脾气的嘛，教了那么多还是不懂，可能就编了2下，过后呢，心里有点愧疚，那教不懂吗？你打他也没有用然后所以对这些学生呢，你就多一点关心，然后也只能够任由他了然后就看他的造化了，以后他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学生呢，可以体谅可以体谅，然后我们不打相反了那你们学习的时候呢，就随着你们的这个条件，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有些人条件很好，一听就懂老师一讲都知道了，然后就能够跟得上去了，看着书就读明白了。有些就比较慢一点，再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学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这样一天过了，你可能吸收到一些重要的讯息，因为我们尽量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把一些重要的讯息比较摘要的传达给大家，那你们就吸收了以后，能不能够马上就用？你听得懂的、做得到的，你就可以用了。听不懂、做不到的呢，没有关系，把它放下，然后继续学习。因为我们学习呢，学无止境嘛，对不对？学习的过程呢，是不断的在让自己成长。所以你这边学一点，然后别的地方再听了一些，又觉得可以了，然后又在吸收有时候从多方面吸收，有时候同样一个课程你参加第一次，参加第二次，第二次你可能就感受不一样了。所以包括我们在打这个比较密集的7天的课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